们现在现场时间是2点15分。那么我们的这位嘉宾，他要么他就是来2点整，要么就是来2点半，或者是3点。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 roll 机了，就是说他迟到了啦。对他，但是他不是会迟到的人，他可能在外面放。你要问他什么原因？他不是这种人。那我先去拿我咖啡啊。来了，真是吗？是吗？全听你说，是吗？你今天这样算不算迟到？是吗？是吗？是撒泼你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那你为什么迟到？因为我忘了今天有拍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不是一个会迟到的人吧？不会。OK， 欢迎 Jeremy。你干嘛头发剪这么短呢？新戏。什么戏？现在拍一个新的戏剧，然后我扮演一个30多岁的男孩，但是智商只有7、8岁。我以为你是那种有一点像裴勇俊呐。啊，还是有啊。Jeremy 是在2007年的时候参加绝对 Superstar。06。2007年。比到07，你看以前的比赛都有钱。06比到07。对。当年我不知道你们对 Jeremy 还有没有印象深刻？他就是那一粒所谓的臭头。你好 ，Check it out。你叫什么名字 ？Jeremy。你的头发在哪里用的？我们今天有讲臭头的话，请原谅我们，因为那个时候在阿姨的口中跟媒体会这么形容她。为什么会这样形容？因为那种头发是不能洗，所以他们就会间接的直接不能洗等于臭头。OK， 就辫子头。对，我有没有跟你讲？那时候我特别欣赏你。对。我就觉得哇，这么有形象，这么有 style。那一年你参加绝对 Superstar 的时候几岁？26。那时候有多少人呢？排队。很多人哎！当天我排队，我都没有办法试唱。第二天才到里面。对，第二天。你在那边有碰到谁吗？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在等待的时候呢，我们以前 MediaCorp 有一个监制，对，他就讲我们这刚好我们的眼神已经是对到了。他这样指我，哇！我马上拿表格给我朋友说，我去厕所，我就跑了。星探呐，对，他在那边可以看你跑。因为我不懂得怎样跟陌生人互动，我也不懂要说什么。然后我以前是就连快餐店都不敢自己去点餐的，点快餐我都会跟我哥讲，帮我点，我要2号。后来有没有再跟他再对到？就是进面试房隔天，他就是其中一个评判。那天我们在楼下对，我们要拍到你。我们的监制很可爱。那天我们在楼下拍的时候，我们要拍到你的时候，你跑掉了。他有一点恐怖，他总会青色衣服。哇，我觉得我以前的型我太前卫了，明明就是 K-pop。你现在也能接受吗？我还是能接受。我出国拍戏，很多人都很喜欢，日本、台湾人他们都很接受，哇，这个人很潮。所以就本来就天生爱唱会唱，然后就是一个朋友，然后觉得我帮你拿表格，就一起去参加，然后你就入围了40强，然后就进入了这个比赛的行列。那个时候的心态是什么？你要当明星了？其实从以前到现在，就是想要圆一个梦，就想当就行。对，在24强吗？24强肯定，他在 MediaCorp 那边都有照片。24强，然后进到16强，就 out。田明耀，所以你就最后就在那个地方就跟整个比赛就绝缘了。对，你会不会觉得你从今以后就跟演艺圈是没有关系了？还是谁开始来找你？有一个监制 Glenn， 他觉得我私底下还蛮幽默风趣的，对，然后就问我有没有兴趣参与综艺节目，然后觉得好啊，然后他就说我们几时会拍，然后你有空你就下来看我们讲拍那个过程是怎么样。我讲好啊，那我就下去，然后就拿着稿就看。你觉得自己都有一点点这个小聪明吧？有，我觉得有。可是你那时候的应变能力蛮强，但是你华文能力好像不强，很差，我都是写汉语拼音。
有些时候因为我的广东比较好，所以有些时候是那个汉语拼音讲写不用钱，我就直接我就 自己听得懂就好了，只要那个音准对就可以了。会很辛苦吗？好玩吗？辛苦是因为在主持的那一段期间，因为你的中文能力不是很好，所以不是很多人可能给机会。那个时候碰到最大的尴尬跟难题有什么？你还印象有吗？因为我记得是那时拍那一集是过年的，也是都市大发现吗？对，都是过年，然后要吃很多美味佳肴啊，然后要形容那一道菜。以前说这个饭很好吃就完了，你一定要形容。哇，这个饭呢，每一颗粒饭呢，在你的牙齿，哇，它会跳来跳去的，因为太弹牙了。你要用这种方式去形容，然后我就不会形容，因为以前说很好吃，然后直接就讲来你讲多一次，然后我说10倍，他刚才叫我讲什么讲，OK， 讲多一次，讲多一次，讲了5、6遍哦。他讲来讲多一次，你不要再叫我讲了，我现在前面蛋糕那2个字我都不懂，我都怀疑什么叫蛋糕了。对，已经不进脑了。我就说我很大的压力，我觉得没有帮到我。但是这些话我没有说出来，因为新人嘛，我都是在里面。然后以前就是不懂嘛，就会跟自己说，你一定要在这种很有压力的环境下才会成长。所以你就其实我要感谢他，他没有给这种压力，我觉得我应该也不会成长。我觉得你那个是在一个非常我们那种科班模式的情况下，对，曾经被磨过，所以对阿 Q 一点你就觉得你成长。对，那个时候你快乐吗？快乐，是拍摄的辛苦，但是快乐，因为我觉得这些是金钱上你是买不到的。还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事，或者是特别难挨的事情？有啊，以前因为一定会 NG 的嘛，不管是拍戏还是主持，有时候可能很绕口。就讲不到那个字，然后有一次就有一个导播啊，他就拿一支笔，他直接这样丢你，啪，那笔中，然后弹，我说这样都不会讲啊这种话，我说过去了，笔，sorry，你给我多一次机会，对不起。我当场我是要哭我觉得旁边艺人看到吧，很多人最少50个人，那艺人呢？艺人也没有安慰你，就是没有，每个静出来哇。导演发飙，然后当时就跟自己说 ，OK， 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了。你觉得这样是对的吗？觉得不能说对还是错。我觉得当时可能对我来说是一种有点算羞辱，我会觉得说，我也是一个成年人嘛。我觉得有些东西你可以用成年人的方式去讲，还是私底下，田明耀，你真的你一定要醒一下哦，你每次这样 NG 不行。那我觉得至少我还OK。你为什么会被丢笔呢？首先，因为 NG 太多次，可能5次7次那5次7次的 NG 的态度是不是不好？是不是你还在闹？因为你看啊，我主持的节目是娱乐的，对，综艺节目这样，你的 energy 你一 down，哇，他 action 你猜就很假。所以可能在 NG 的情况下，他看你怎么不知悔改，还在那边一直对，你不懂，他忘了你在 keep 你的 energy level 高一点。对，所以那个还蛮心酸的啦。不过到现在我跟他导演还是好朋友啊。主持综艺节目的时候，我知道你也曾经接过一档超时工作，那个时候我记得你也有跟我讲，你还跟我讲，对，你还跟我讲，你直接拿 bag 就走。我讲我姓田，我不姓权呢。所以他是7点把你拉出去，一直拍到晚上的几点？没有，因为我们出国要很早。OK， 几点？所以你3点就要在机场。然后你一到了那边就是早上，可能6点。那你就要马上开始拍了，就拍到晚上11、2点。然后第2天又在洗澡。对，早上我就讲，那超那么多时间，所以我想理解是我有问题吗？还是制作组还在拿捏？如果是超时的话，就可能这个节目就不可以以2天3天拍完，你就要更多时间拍。我说，如果一直这样超时，就超，比如说10个小时、12个小时，我就要算你多1天的钱啊。我觉得，其实我心里面我是不会 charge 的。我觉得我看我讲出来会不会帮到，因为我没有办法。你跟谁讲？你这个情况下是在外景的时候跟着没有，我跟那个制作公司有聊。你就回来的时候就跟他们反映了。对，然后就讲了一些，我觉得我不能接受啊，你不能拿我跟
哪一些艺人比。所以当人家这样跟你讲的时候，你没有得到那个那我就 OK 了，好了，那你有 schedule 你再 send 给我咯，我就挂电话了。你觉得你处理这件事情有问题吗？我觉得啊，我这样处理已经是我的顶了。顶线为自己去发一点声，对，然后没有改变，你也是这样。对，我朋友没说，哎，你真的没这样哦，有时候人家欺负你哦，是你自己让人家欺负。然后长大你要怎么样？工作吗？我能怎么样？我倒觉得啊，你功力还没有到那里。OK，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，你觉得你会怎样讲？我怎样处理？我还是会去 office 把牌摊开来，把 schedule 讲开来。OK， 我会跟你讲整个 production， 我会把我最初的用意讲出来，即便是我的判断是错误的，但是我可以让你看到我没有坏心眼。所以就是不要先讲钱这个东西。我不懂你为什么会去讲钱呐？除非因为你以前被钱给打压了，就是 EQ 不够高。我 EQ 也不高，但是谈判要果断。所以 overall 你是一个胆子很小的人，算小 right？ 小。听说你拍东西的时候，有很难忘的经验，就是要去一个隧道，然后新加坡吗？新加坡，就是传说中那个隧道可以通到马来西亚，那我们要去鉴定一下，到底这个传闻是不是真的？里面是漆黑一片。然后你懂家里的里子不是这样吗？壁虎，它的是 gecko，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有几根手指，整个隧道都是。你能不更胆小？就不可以拒绝吗？不可以啊，不可以，因为我觉得职业道德啊，你还可以再妥协到哪里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这些恐惧点都让你妥协了，很多东西我可以耶，你都妥协了，等于为了艺术，就算很委屈，我还是会做完成。我也不懂为什么你好像一直在我身边，我们好像都算是主持挂，对。可是后来你的事业线就一直在戏剧了。其实不是我要去戏剧的，刚好戏剧组的老板就说：“哎，我有这一部戏，你想不想？”因为我觉得艺人你一定要多元化，然后就慢慢的，哎，就越来越多人找我拍戏。第一部戏是什么？乒乓园。你演了一个小日本。对。有什么样去特别揣摩那个角色吗？OK， 我想一下，原来这一次我们要去吃那个日本餐的。有的，但是很小。对，就是要吃那个日本菜，就是类似这样。然后你要每一个台词、每一段的对白，你都要一直重复讲。就你用了很多心思去揣摩，你是真的是煞费了苦心了。对，我觉得有那个责任，一定要做好。你是一棵树，你也要演到，要有那个树的感觉。那 Jeremy 在这个喜剧界当中，我觉得他不只是有大家的认同，圈内的认同，也得到了奖项的认同。在2018年的时候，你还得到了一个亚洲影艺创意大奖最佳喜剧演员。拿到那个奖项跟得到入围跟拿到的时候，感觉应该很棒。很棒，我觉得至少这一个就是一种鼓励，我觉得是一个加油站。因为你久了，太多事情发生，你的火会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。这你在成为喜剧演员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国外或者是谁是你的一个偶像或者是一个标准？当然就是周星驰啊。有人会跟你讲说鼓励你往这边这样走吗？怎么说？他们会觉得新加坡有另外一个周星驰哦。对，还是另外一个王祖蓝啊，因为王祖蓝跟他太太高度相差蛮多嘛。所以对你来讲的话，你还是有一个偶像的这个标准，就是希望能够往香港艺人的这个喜剧路线来看齐。我是希望新加坡会做到像国外这样的 standard， 就是喜剧这方面。因为新加坡有很多很好的演员。得奖的那一部是我的流氓经济。流氓经济。我听说你在那边可以给导演讲，同样的一场戏，我可以给你几个。对，我跟他讲，我觉得这种处理方式，不如给你2个版本。好 ，OK， 因为我也是很兴奋，我觉得只要把最好的呈现给你，你们回去剪就会好。你的手发破了，受得了吗？喜剧重复2、3种表演，然后 NG 再来，彩排再来。对，然后到了后面，他说，You have a better one， 我讲 No，that's my best already。自己都把他宠坏了，不行了。没有到后面，我就觉得 OK 啦。有些时候我们处理好一件就好，不要给太多，
那在进入圈内之后，那个电视剧是跟老婆一起演戏的，卧虎藏龟。这香肠还不错哎。阿伦啊，所以在拍戏上两个之间虽然都是有默契的。所以说你们在那个片场的时候有很多笑场跟 NG 啊。很多，那请问一下，你老婆在旁边看，她也是笑，还是她很受不了这个他也是老公？笑，他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，他都在看我的头顶啊、鼻子啊。他不行，他说我不可以，我每天看你，哇，我不行哎。他们讲，你每天看你老公，你现在还会笑？对啊，我真的觉得我忽然很羡慕他老婆，你知道吗？可以找到一个爱你的老公是很难的。就像是你要找到一个幽默的男人，一天到晚在旁边逗你，你还会笑，是最幸福的一件事。他现在越来越好笑哎，我觉得你把他变得好笑了，幽默了。对他现在已经开始很幽默。所以就等于说，在喜剧节奏方面，他是比较偏向信你这边的。对，OK， 比较他可能也已经看过我很多作品，接受你。然后大家会比较好奇的就是 Jeremy 田明耀的老婆，你们的爱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应该有10多年前了，我们已经认识。综艺组跟戏剧组的巴士都不一样。刚好有一天我拍戏的时候，他要回公司，所以他就搭顺风车回公司。综艺组的吧？对，OK。然后他就上来，我觉得那氛围好像有点尴尬，不说话。因为我是那种我不想很尴尬的，我想聊天，然后就看我讲，哇，其实你们拍戏还蛮辛苦的哦。就是很难演的每个角色啊，这样，然后他就回话，没有，我觉得你们主持比较难，因为你们的反应要很快。我说对，Jeremy 到你了，你可以下车了，然后就下车，然后就拍戏。这是第一次我们见面 ，OK。见面跟对话 ，OK。然后有一天我的以前的老板就说：“你认识刘子轩吗？”我讲我认识，但是我不熟哎。他说：“你可以拿他的电话吗？还是谁的电话都好，因为我们可能要做 event 还是什么，我们可以找他。”我拿了我就 forward 给我老板。没有保留吗？没有。OK。然后就过了很多年，很多年，差不多10年，然后就遇到他同一部戏，然后就开始聊天，然后就聊，然后觉得这个女生哇，给我的感觉很好，很正能量，就想多了解。然后就讲，你方便给我们电话吗？说我们反正拍戏啊，我们可以一起约去吃饭，怎么样？讲OK， 就给。然后我说，我有你电话我完全忘了。然后再来聊，10年前还是8年前就讲，你还记得你有拿过电话，然后你就讲你的老板要，我讲对，我就直接 forward 了。当时还有说，我还以为是你拿的，这是一个 backup line， 讲老板要拿怎么样，然后等我的电话。他讲那我又没有打来 ，OK， 然后我们就开始就聊。你的小贼心怎么开始起的？我就觉得，当你的人是一个好人，你的魅力散发的那个指数啊是超标的，不只是外表。我觉得这个女生哇真的是太棒了那时候还有她的店嘛，以前还有杂货店，对，杂货店，然后就打包东西给她吃啊。给他懂你的存在，对，就是我们一起拍戏，我们会变朋友。你直接带东西过去给他吃？对啊，就买给大家大家。然后之后呢，慢慢就少了大家，就变成把他们踢掉。你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感觉到这个女孩子不介意跟我？因为你会跟她通电话，然后觉得当她可以跟你通电话，可以聊到早上。你就懂这个女生。聊到早上。对啊，聊到2、3点、4点，就开始追她。没有真正的问说你可不可以做女朋友，就是那种就会开始浓啊，呀，那种年轻的时候啊，那种。可是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，你们的都比较不敢公开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也不想，因为毕竟她是七公主嘛。因为之前我还是觉得，她很红，我也是不错啊。对，然后到了后面，原来她比我红好多。对。你在拍拖的时候没有想过会退缩吗？会有压力？没有，直到后面已经被爆出来的时候。怎么被爆出来的？过年牛车水他们开始摆地摊，然后就走，
我就听到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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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那照片你们俩距离也不远，对，然后就问你是然后就不是巴豆？问对，他只是说，哎，有人报说你跟刘子炫在一起啊，我讲是吗？我是吗？是有 question 吗？他就觉得我讲是吗？是吗？对惊对叹号。哇，很气耶！我觉得为什么可以这样？既然都已经这样了，对啦，我就跟你承认了，是哦。网络上他们就开始留言，然后当时真的是蛮辛苦啦，就会觉得啊，原来我这么差啊。留言攻击你最差的都是什么有？就是讲我是大便，然后是一朵鲜花啊。然后直到有一位大哥，只有他哦，他 text 我，他说不要管别人说什么，你们开心是最重要。我知道你们在一起，我也替你们开心。汉伟大哥，哦，我很感动啦，在演艺圈其实蛮多疼我大姐大哥。所以你就在你小心里就下定了决心，我要娶这个女人回家。对，因为刚好我们要去日本，然后我就 email 给迪士尼，我说我可以借你们的那个 mascot 吗？然后我想求婚，然后 Disneyland 就拒绝。你们那时候已经出发了吗？还是出发了，出发了，我戒指都买了，一直背着。然后老婆就说：“你怎么全部都背？很重啊，要不要回去酒店放下来？”不，你说可以，说可以。然后找不到适合的地方，直到有我们最后一天要在那个 Tokyo Skytree Tower， 然后在那里吃饭，然后就刚好他就说：“哎，那个 dessert 还蛮特別。”然後就 Last chance 就是你了 cake。我就跟他说すみません叮叮叮叮 I do 这样，他说congratulations 这样子，然后走过去，他看到他说为什么又有人拍？然后我放下去，他看到 Will you marry me？ 啊，他哭吗？有啊！然后你就跟他跪下去，跟他要跪下去啊，一定要跪啊，我觉得要诚意嘛。然后他的反应是，他讲我说哇，我 plan 到很辛苦，你懂吗？多久之后你们就办了婚礼？其实蛮久，1年。然后你什么时候发给媒体的？就是我们已经办婚礼了，然后我们5点12分的时候，为什么要？那我的年代啊，512是我爱你，因为以前 pager 啊，你会放到很像那个英文字母，很像 miss you， 我们会放177155，你懂啊？我们年代是这样，所以你们还选择给媒体的时候放5点12分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我想就是我爱你。所以你们俩之间的相处之道是怎么样的？谁主外谁主内？没有都一起。然后像她这么仙的一个女孩，然后像你一样这么一个宅的人，家里的那个所有的生活东西是我处理，你负责什么？我是那种每天会用的，都一定要存一点点。比如说，洗衣粉，toilet paper， 滴数啊，那种滴数要，我通常都是买那种8包10包，因为我很讨厌用完了没有，我很讨厌那种感觉。所以要存多久？那个货要存多久？看好了 offer 多好了，offer 好，我当然买多就划算嘛。就可以买多少？比如说 toilet paper， 哎，我试过嘞。先讲不是疫情的时候啊，我曾经订过80卷 toilet paper。我只想知道你老婆看到快递开门那一刹那，老公你买一堆 toilet 很 shock， 对。妹妹，老婆嘞？她在家里干嘛？在家里飘来飘去啊？没有啦，鬼妹，她会煮，她会打理家里啊。妹妹，老婆嘞？她收集什么？她是碗盘，她的碗盘蛮多的，多少？可以吃20-30个人啊，这样不用重用。所以你们家就是一个 store room 嘛？没有paper tissue paper 锅碗瓢盆。听说你还很爱收集鞋子啊？对，几双？鞋子有40-50吧。老婆有这么多吗？没有，我比较多。衣服跟鞋子我比较多哎。然后你还有收集娃娃是吗？对，我很喜欢这种玩具。然后我收集的每一个都是有故事，好像我跟他求婚在那个 Tokyo Skytree 嘛，刚好他出一款是 Tokyo Skytree Tower， 因为我每次觉得我以后会老人痴呆，我每次看到这些我就会有这些记忆，我就觉得这些记忆偶尔都是要去回想一下。就刚好2个人看似非常不搭嘎，但是在生活中就处处都适合。对，真的哎，
我觉得我们的个性是蛮适合的，就是想法，就是我们喜欢低调，他也很喜欢别人逗他开心。对你们的将来有没有什么约定？就是生孩子的，我觉得是顺其自然。有大家开心，没有我们也开心啊。所以你一切都是在顺其自然当中。对。然后你人生还有发生过什么事情让你吓到，以为生命差点结束？有一次我过敏，然后我不懂被什么东西咬，我起来整个猪头哎。老婆在吗？她在，她差一点不认得我，然后我就要去看医生，他就帮我打了一个抗过敏的针，然后我要还钱的时候呢，我突然间 black out， 我不能呼吸，胸口很闷，哇，我可以 feel 到我的动脉，在脑那边要嘣嘣嘣嘣嘣，我就哇，我很辛苦哎，我就慢慢摸回去，然后我开门我就跟他医生说，我不能呼吸，我很辛苦，我不能呼吸，他就再帮我打多一支针，然后就开始有反应，完了我就开始这样抽，哎呦，然后就咬到我的牙齿的裂，哎呦，对。你那个时候潜意识还知道吗？我懂了，我我懂到底发生什么事，但是你 control 不到了，control 不到，我很怕了，因为我动都不能动哎。当时我第一个东西想要就是我老婆，还有我哥哥跟弟弟，我想我交代了东西嘛，我走了，谁帮照顾他这些小小的东西呢？然后到我的手比较可以动，我才拿我的 handphone 按，然后我讲话也不可以，我现在在医院这样。很像大舌头这样麻醉，他说哈哇很紧张，很怕。第一次看到他这么慌嘛？对，然后他就来医院，然后就在那里住了1天，然后我很怕，就生命的终结。对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所以到最后什么事情都不知道，就是可能他们就觉得是一种反应，而不是过敏，就是一个 reaction。所以那件事情之后呢，你更看清了。对，我全部东西给他了。当然，赚钱也要空多一点时间去陪朋友。对人生的看法已经有一点不一样。你有没有想要回到你人生的某一个部分，对当初的甜明药讲几句话？有。好，哎呀，就当初的那个甜明药，你要对。其实我以前还蛮有型的嘞，我真的讲，那个时候不是对 What happened 啊？你要对那个时候的甜明药喊话。我要对他喊话，就是当时有一次机会，我可以去香港发展，但是我放弃。怎么说？我选择留在这里拍综艺节目。谁找你？因为当时不是每次拍的时候会被骂啊，还是怎么样？然后就有一天我就去一个酒吧，我去喝酒，就是要整理一下，明天继续拍，后天继续拍，就 fresh 重新再来那种感觉。然后我就唱歌，我就唱广东歌，就有一个大哥穿得很随性，他说我有没有兴趣去香港发展，歌唱，我就真的吗？然后他说他以前是捧郑伊健他们，我不懂 ，OK， 就是我想跟他说啦，如果当年的话，应该放下就直接去闯，不要去想太多，真的是勇敢直前，因为你真的不懂外面会发生什么事。有做好过没做，做了就不会后悔。我觉得人生任何时候都不会来不及，只要有梦想就要勇敢去追逐。然后就像你刚才讲的，你人生当中你不会后悔你做过什么，你会后悔你没有做过什么。对，是的。好，那今天呢也谢谢 Jeremy 来上我们的节目，我们有一个小小礼物要送给你，因为就怕你在忙拍戏的时候，哎呀天打雷劈了 Jolin， 我们所以你送我一个帮佣。不是，我们怕你又要再购物，所以我们就先帮你把它订好。哇，感动到流泪啊！原来是像我们节目要人家流泪，我说要综艺，有哭吗？有哭吗？就给我们剪一下推了，我们先哭一下，做表情。只有我们综艺组可以这样糟蹋演技。谢谢你们懂。几盒？总共几盒？你们买 offer 了对不对？总共几盒10盒。10盒吗？我一看就懂了，我常看。没有啦，Jolin这边。希望上全听你，谢谢。希望上全听你说也会成为你另外一个可纪念的里程碑。谢谢。这个是送给你，然后这边有一个，你可以自己去那边
涂上你喜欢的颜色，这制作组买来特地送给你哇，的。谢谢。我跟你说，直接放全听你说3，未来阿哥。Thank you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唱的是 Get Go。Marceline Hero。对，哎，是你。对。哎，今天讲的那个摄影师都在。他自己只是拿了一个蝴蝶自己抱到紧紧。我怕绿色。你的胆子这么小，我有惧高症哎。是啊。我也是，那时候我们去中国拍90度垂直过山车，结果呢，这是人生第一次做。他们要消音，那为什么？我都3只筋全部都出来。哇，不行啊，我弟更怕。就因为工作你都克服啦。对，因为那个有钱拿。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，全听你说加料版。